我老公出轨了，小三上门挑衅，一照面我就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拥抱。天哪，这哪是小三，简直是救星！那对奇葩公婆，还有那吃软饭的老公，终于有冤大头接盘了呀！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我在家里偷偷装了摄像头，因为一个来路不明的空奶粉罐，一款规格有900克，但网上售价只需要49.9的奶粉。那么问题来了，这奶粉是谁喝的？监控装好的第二天，我像往常一样出门上班，实际上我却坐在车里，默默打开了手机，查看监控。现在的监控很先进，我不但能看到画面，还能听到声音。一开始一切都挺正常。9点，婆婆催促公公，到点儿了，你快去给小宝沏奶去。沏奶这个词引起了我的警觉，我连忙根据公公的行动路线切换监控画面。只见公公从冰箱里拿出冻好的母乳，按照流程一丝不苟地解冻、加热。看到这里，我微微松了口气，暗暗责备自己小人之心。那是孩子的亲爷爷奶奶，怎么会害他呢？就在我心怀愧疚，准备关闭监控发动车子的时候，我看见公公在厨房最上方的橱柜角落里拿出那个奶粉罐。我一瞬间竟然心跳加速，心头萌生几分不好的预感。公公从奶粉罐里舀出奶粉，放进了小宝的奶瓶。他一边冲奶一边念叨，这奶粉也禁不住喝呀。老婆子，你回头在那个什么拼什么的上找一找，还有没有再便宜点的奶粉。紧接着母乳也热好了，只见我那公公居然将加热好的母乳直接倒进自己的嘴里，吸吮母乳杵奶袋的声音啧啧作响。喝完了一脸享受，舔着嘴感慨，哎呀，小雨这个奶真好喝呀，到底是富贵人家养大的，这奶水可比你当年的好喝呀。我一下子涨红了脸，热血一瞬间冲上头顶，羞恼、愤怒、恶心的情绪交织，分不清哪种情绪更多。我推开车门往楼上冲，手机里公婆说话的声音通过监控传来，不行，我还得再热一碗。哎呀，越喝越上瘾，你回头跟儿媳妇说，就说小宝现在饭量涨了，让儿媳妇多挤点奶出来。无耻，人居然能恶心无耻到这个地步。我一口气冲上楼，唰的一声推开房门。客厅里，公公还举着喝空的储奶袋意犹未尽，婆婆正要将奶瓶塞进小宝的嘴里。突然看到我，他们惊讶中带着几分慌乱。公公甚至下意识地将手里的空袋子往后藏了藏。我的理智早就烧干了，一把抢过小宝。我也没有心情再跟他们虚以委蛇，什么礼貌教养、尊老爱幼，我这会儿统统顾不上。我冲着他们怒吼一声：你们是不是有毛病？恶心不恶心？婆婆见事情败露，反而冷静下来，甚至还语气和缓地劝我：小雨啊，你也别生气，你爸他吧，从小没有妈，他一口母乳也没喝过。我不可思议地瞪着婆婆，简直不知道该说什么。婆婆的劝慰还在继续，有一回那个奶小宝没喝完，你爸怕浪费，就把剩下的喝了。这一喝呀，就发现你这奶是真甘甜真好喝，外头买的再好的奶也没法比。而且你爸现在身体不好啊，人家不都说母乳有营养吗？他喝你这个母乳也是为了提高他的抵抗力啊。我一听就急了，提高抵抗力？自从你们来，花椒、燕窝、松茸、人参，哪样你们少吃了？
我说过一个字没有。自从他们住进来，每个月光是营养品都得花2、3万，就这还要提高抵抗力。更何况，你满天下的打听打听，有没有公公喝儿媳妇奶提高抵抗力的？再说，你们给小宝喝的那个奶粉，不到50块钱的奶粉，你们也敢给我儿子喝？那怎么了？小孩子见风就长，吃什么不行？50块钱的奶粉还不行？长林小时候，别说奶粉了，稀粥烂饭的不照样长这么大？有什么金贵的？小孩子越是娇养，越是长不大。你们自己一个月2、3万的补品吃着，却给自己孙子喝这种奶粉。你别跟我提沈长林是吃什么长大的，沈长林吃稀粥烂饭长大，那是你们当父母的没本事。我儿子凭什么受这个委屈？就连那口母乳都要跟孩子抢，我就没见过恶心人还这么理直气壮的。你们也配做爷爷奶奶？公公一看婆婆落了下风，立即冲上前来帮腔，上来就是一顿指责。你这孩子真不懂事，我提高抵抗力不也是为了不给你们添麻烦吗？我要是3天2头住院，你们不得伺候我，不得花钱啊？喝你点奶怎么了？怎么了？他还问我怎么了？我被这理直气壮的无耻惊呆了。婆婆见我不说话，以为我理亏，还得意洋洋地补充了句：就是喝你点奶怎么了？别说是奶，就是你那胎盘，我们也胎盘。胎盘？我是听说过有些落后的地方认为胎盘大补，会吃产妇的胎盘，他们不会也。想到这儿，一直在胸口翻腾的恶心再也压不住。我冲到洗手间，一通大吐特吐，我连胆汁都吐出来了，浑身无力，也懒得再掰扯。公婆现在在我眼里和未开化的野人无异，我觉得我没法跟他们交流。我拨通了沈长林的电话，满腹的委屈，满心的悲愤。沈长林面对我的哭诉非常淡然，他语气平淡地劝我：媳妇，百善孝为先，喝点奶就喝点奶吧，老人不也是一片好心吗？你也没有太大损失。那你要实在不愿意，我就告诉我爸，以后不喝了，不就完了吗？犯不着这么大反应，他这轻描淡写的态度让我怔愣当场。就是那一瞬间，我突然就不知道这段婚姻的意义在哪里。我手机声音不算小，婆婆支棱着耳朵听着我和沈长林的通话内容。听到沈长林这么说，婆婆明显的一起来，说起了风凉话。要不说呀，还得是自己儿子知道孝顺自己，那些指望儿媳妇的呀，都是扯淡。我气得浑身发抖。这一家子吃着我的，喝着我的，现在还这么恶心着我。我就好好看看你儿子那2400块钱的工资，他怎么孝顺你们？我抱着孩子回了娘家，跟父母说了离婚的想法。爸爸妈妈听我说了前因后果，却叹着气劝我不要冲动。你们现在的年轻人，动不动就把离婚挂在嘴边。你呀，就在家冷静冷静，哪能因为一点小事就闹离婚呢？小宝那么小，离了婚孩子怎么办呢？一点小事吗？真是我太小题大做了。可是那样贪婪愚昧的爷爷奶奶，那样不求上进的父亲，一味地追求家庭完整，难道就是好吗？我以为沈长林很快会追上门安抚我，可他一直没有动静。直到半个月后，一直不管不问的沈长林终于上门了，对着我爸妈，态度极其谦恭，好话说尽，又给我认错。我一开始没理他，毕竟他一开始不管不问，我以为他打定主意不想过了呢。他连着去了1周，在我家又是做饭又是擦地，甚至偷偷跪下求我，说他爸妈年纪大了一时糊涂，
说他之所以这么晚接我，也是希望我冷静冷静，正好也陪陪小宝姥姥姥爷。总之就是一切都是为我着想。我爸妈被沈长林的态度打动，也劝我不要再任性。我没办法，只好先跟沈长林回了家。回到家我才知道，为什么凉了我半个月，这个时候接我回来呢？因为物业上门催收物业费了。我简直气笑了。这房子是我和沈长林结婚的时候买的，首付款是我家出的，当初说好了我和沈长林婚后一起还贷款。可是以他那极其稳定的工资，根本指望不上，所以房贷一直是我自己还。相应的，水电费、物业费、取暖费等等生活开支也一直都是我支付。我有时候觉得自己简直养了个小白脸。还不怎么白。沈长林要说有什么优点，就是体贴。可是自从他父母来了之后，他就连给我倒杯水这样的小事也不愿意做了。我很不满，但是他振振有词。你站在我爸妈的角度想想，辛辛苦苦养大的儿子，没给自己尽孝，倒是给媳妇做牛做马的，老人的多难受。呵呵，所以面对着这么一家人，我图什么？享受养着一大家子奇葩的成就感吗？我忍着气交了物业费，想着一定得找机会说服爸妈同意我离婚。只是我没想到机会来得这么快。有个朋友给我寄了一箱上好的海鲜，我下了班就接了父母回我家，准备一起品尝。我本意是想着借着这个机会让我爸妈近距离见识一下我那奇葩的公公婆婆，毕竟这是上本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哪怕是父母对子女。所以要想让他们松口同意我离婚，还是得让他们身临其境。没想到推开家门，发现还有大惊喜等着我们。先映入眼帘的就是满屋子人，满堂喧嚣，还有满是狼藉。沙发旁边的地毯上一片说不清的污渍，各种果皮、坚果壳扔得到处都是。我爸妈还有我自己给小宝提前买的还没拆封的新玩具，也都被翻出来摆了一地。沈长林的三叔、六舅、七大姑、八大姨们正和沈长林爸妈高声说笑，又是拍巴掌又是跺脚的，一片吵嚷。沈长林大姑3岁多的小孙子毛毛正坐在地上，一手抓着半块榴莲啃了满嘴，一手抓着个拨浪鼓使劲往地上敲。那个精致漂亮的拨浪鼓，我小宝一次没玩过，就已经被毛毛蹂躏得不成形。客厅茶几上摆着各种水果，榴莲、释迦果、秦王葡萄，而普通一些的苹果、梨子就被扔在角落，无人问津。沈长林二表姐端着盘洗好的特大号车厘子从厨房出来，身上穿着的是我没来得及上身的新裙子。察觉到我们进来，客厅里安静了一瞬。见我目光落在那条裙子上，沈长林二表姐不在意的笑笑：“小雨回来了，我刚才洗水果把衣服弄湿了，四姨就给我拿了你的先穿上了。四姨说你衣服多的穿不完，肯定不会介意的哈。”客厅里的其他人已经在公婆的介绍下围到我父母身边寒暄。在一片城里人真是讲究的夸赞声中，有人伸手捏我爸身上的大衣料子，有人直接摘下我妈的围巾套上自己的脖子，还有人眼热我妈手上的钻戒和脖子上的项链。我在一片喧闹中越过客厅，先去看小宝。客厅里这么吵，小宝不该没有动静。果然，刚靠近房门，就听见里面隐约传来小宝的哭声。我连忙推门进去，婴儿床上，小宝哭得声嘶气噎，一张小脸憋得通红。我连忙抱起小宝，又是心疼又是愤怒。还没等我说什么，
沈长林大姑带着笑的声音在背后响起：“哎呀，小雨不要紧张，小孩子哭一哭没事儿。”败火！我怒火中烧，抱着小宝冲到客厅，一把抢过毛毛手里的拨浪鼓，再顺手打掉那半块榴莲。毛毛蹬着腿嚎啕起来。我在沈长林大姑发作之前，恶狠狠瞪着他，抢先说出一句：“小孩子哭一哭败火。”这个行为好像捅了马蜂窝。沈长林大姑跺着脚指责我：“年纪轻轻你气性怎么这么大呀？才这么点事至于吗？难怪做出那种事。你把话说清楚，那种事是什么事？”沈长林大姑冷笑一声：“还能是什么事？不就是喝了你点奶？你瞅瞅你这做天做地的样子！”沈长林三婶立刻接枪，却指责上了我的父母，可不是吗？要我说呀，亲家，你们这城里人可不怎么会养孩子。这要搁咱们老家说，这媳妇就是不孝，哪能这么对长辈？沈长林二姑父，可不是吗？亲家呀，不是我们说，你们家小雨这也养得太娇气了，多大点事，可真会小题大做了呀，还抱着孩子回娘家，咋能这么不懂事啊？就是呀，这穿戴再讲究又怎么样？没养出个好儿女，到哪儿都得让人戳脊梁骨。沈长林三姑阴阳怪气，我看呐，这就是有些人容不下公公婆婆，借题发挥想赶走老人呢。我爸妈不可思议地面对这一句句指责，怒红了脸。我爸当即拉着我和孩子转身就走。我妈在后头嘲讽一笑：“我们林家不会教孩子，这就带走重新教去了，各位自便吧。”回到家，我爸暴跳如雷，拍着桌子怒声道：“小宝不能在这样混蛋的人家长大。”我妈惊魂未定，反应过来就开始掉眼泪。当初我跟你爸就不该心软，对这门亲事就该反对到底。是啊，当初是我不听劝阻，以为爱情能战胜一切，能怪谁呢？我跟沈长林是大学同学，大二校学生会联谊的时候认识的。用沈长林自己的话说，他对我一见钟情。他追了我快1年，殷勤备至，体贴入微。沈长林没钱，他自己从来不否认这一点，但是他对我是真的很用心了。为了让我多睡一会儿，他每天早课之前都会买好早饭，在宿舍楼下等我。中午会在拥挤的食堂提前站好位置，但凡没课就会陪我上课，有时甚至会逃了自己的课陪我。人家大学谈恋爱很多都是女朋友帮男朋友洗衣服，但沈长林从没提过那种要求，相反，他还会帮我洗我洗不动的厚外套和羽绒服。我笔袋里的笔从来不担心写不出字，因为他会帮我替换用完的笔芯。备考时，他会帮我跟上一届的学长学姐要考试重点。考试时送我进考场，出了考场，他也一定拿着奶茶等我。我们考试的时间差不多，我一直以为他充其量是提前交卷，后来才知道他缺席了不少考试。我那时候自我感动，觉得他对我真的印证了那句穷和敷衍是两码事。加上我本身家庭条件好，所以相比于男生的物质条件，他对我的这份用心更能打动我。都说毕业季就是分手季，可他当时为了我，放弃了回老家，留在了我所在的城市。现在想想，一个将学业事业都排在女生之后的男生，能有多大出息呢？果然，之后数年，我都在为他的不求上进着急上火。相反，他自己拿着1个月2400块的工资，躺得心安理得。我怒其不争。可是想想他为了我离乡背井，又总觉得自己应该对他多一些容忍。但我爸妈根本不同意我们的婚事。
我妈看不上沈长林的家庭背景，我爸单纯看不上沈长林这个人。但天底下哪有能拧得过子女的父母？最终他们还是妥协。婚后，房贷、车贷、水电、物业、交通、通讯，大大小小各种支出，让生活压力一下子加大。沈长林指望不上，我只能逼着自己努力。于是，在一个行业摸索熟悉之后，我大着胆子自己创业。家里本身的资源，加上一些运气，我的事业越做越好。这几年很是挣下了些资产，生活富足起来，我缓下一口气。小宝就是这个时候来的，我觉得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我怀孕之后，本想让沈长林辞职，以后也好照顾宝宝。可他说他一个大男人当个家庭主妇太丢人。我说请个阿姨，他又觉得太小资，说我有钱就飘了。就是这个契机，他提出要让他父母过来。他的理由很充分，一来我怀孕需要人照顾，二来孩子出生后，爷爷奶奶带孩子不比什么保姆月嫂的用心。我本能的有些抵触。他又拿出哀兵政策，说自己不孝，把父母扔在老家不管不问这么多年。我对他那句不管不问颇有微词，想想我和他结婚以来，每月给他父母打钱，大小节礼，过年过生日，即便家里最难的时候也没落下过。这2年条件好了，更是只多不少。可是想想，确实他离家这么多年，我又心软妥协了。公婆来了之后，生活习惯的不同，消费观念的冲突，大大小小摩擦不断，我都默默忍下了。可是那天看到的一切，公婆那副无耻的样子，还有沈长林轻描淡写的态度，让我突然就不知道这样的婚姻还有什么坚持的必要。还是爸爸最先冷静下来，小雨，你想没想过，真要是离婚，你结婚时候我和你妈妈给你的就不说了，好在当初防着他们家，也没给你太多陪嫁。但你这些年辛辛苦苦挣下来的家底，就这么让人分走一半，你能甘心？我不甘心。所以最后我还是回了家。离婚是肯定要离的，但是这个婚怎么离，得我说了算。沈长林对我和他父母还有亲戚之间的矛盾置若罔闻，他这种事不关己的态度，斩断了我对这场婚姻的最后一丝留恋。离婚的念头一旦坚定，我的心态平和下来，接下来就是考虑这个婚应该怎么离了。要是为了离婚让这恶心的一家子分走我一半财产，那我得把自己呕死。我干不出成全别人恶心自己的蠢事，再怎么也得先出口恶气。我断了对沈长林父母的营养品供给，任凭他们明示暗示的跟我要钱，我就一句话，要钱，您得找您那孝顺的好大儿啊。沈长林他妈眼睛一瞪，那不行，我们长林挣点钱容易吗？你是长林媳妇，你对我们有赡养义务，你不养我们，我就去法院告你。去法院？太好了！我欢快地鼓掌。那我一定得请几个媒体记者现场旁听，正好宣传宣传您老两口为了偷喝儿媳父母乳养身体，给孙子喝40多块钱奶粉的事。还有之前您二老吃的那些营养品，那发票我都留着呢。咱们到时候让法官大人和全国人民评评理，我这儿媳妇尽没尽到赡养义务哈？你这刁妇！我白眼一翻，这老两口这是村口大戏看多了吧？这开化程度都比不上山顶洞的人缘。我把原本花在公婆身上的钱花在了沈长林身上，我给他买名牌手表、西装，每天把他打扮得人模狗样的去上班，还给他办了一张信用卡，只能消费不能提现不能转账的那种。给他卡那天，我给他灌迷魂汤。老公，
我想通了，你是男人，是咱家的顶梁柱，你的体面就是咱家的体面。男人手里哪能没钱呢？沈长林喜不自胜，他以为我突然对他这么好，是因为我跟他家人闹僵了，我要拉拢他，怕他跟我提离婚。他没想过，我做的一切正是为了离婚。有句话我觉得说得很对，男人有钱就学坏，尤其是沈长林这种穷惯了的男人。很快，沈长林开始工作繁忙，我非常体贴的又给他治了几身行头，然后雇了个育儿嫂帮忙照顾小宝。大概是沈长林还有点拿人手短的自觉，对于他爸妈的不满和埋怨，统统置若罔闻。于是两个老的话里话外的嘲讽我，说我宁愿把钱给外人，也不相信家里人。我听了只是冷笑，家里人，你们也配？渐渐的，沈长林爸妈对我愈发不满，明里暗里的嘀咕，这种媳妇就应该休了她。我听着这个字眼儿觉得好笑，休？别说是现在，他们家沈长林这种吃媳妇花媳妇的，就是放在万恶的封建社会，他也得是个赘婿。休？谁休谁还真说不定呢。家里面，我和沈长林爸妈每天的争执声不断，唇枪舌剑，你来我往。沈长林开始觉得厌烦，回家的时间愈发晚。渐渐的，他越来越注重自己的外表，上厕所的时间越来越长，甚至洗澡也要带着手机。我装作无知无觉，只安心地陪伴小宝。直到有一天，我收到一条陌生彩信，一张照片。照片里，沈长林和一个面容白皙、笑颜灿烂的年轻女孩子头挨着头，姿态亲昵，一起透过镜头注视着我。我在女孩的笑容里看到满满的挑衅，我说不清心里是什么感觉，一半心酸，一半想着果然。果然，再臭的屎包上筋，也会有人忍不住上手抓。而要让一个男人变坏的成本太低了，只要给他置办几身光鲜的行头。我看着手机里的一长串信用卡短信账单，咖啡馆、商场、金店、酒店，我抱着小宝，亲亲的他小脸，在心里默默地念叨着快了，快了。那个号码很快发来了第2张照片，然后是第3张、第4张。照片的内容五花八门，露骨的聊天记录、名牌包、贵价首饰，后来甚至发来了他们的亲密视频。我一概置之不理，直打有一天，那个号码发来了一条文字短信，只有一行字：晨光酒店1203。好了，到时候了。我很快赶到晨光酒店，谎称不慎将房卡遗失，通过证件和信用卡消费记录拿到了备用房卡。我打开手机摄像头，随后推开了1203的房门，迎面闯入手机小小屏幕里的，就是沈长林雪白的屁股蛋。那小姑娘只是微微敞开着领口，沈长林却脱了个光溜溜赤条条。看样子还没进入正题。沈长林像只雪白的肥猪，在那女孩的颈间拱来啃去。开门的动静没有惊动忘情投入的沈长林，但却惊动了躺在床上面对门口的女孩。那女孩尖叫一声，一把推开了身上的沈长林。沈长林不防备，被推了个倒仰，胯间那玩意还雄赳赳气昂昂着不肯罢休。我扫了一脸懵逼的沈长林一眼，结束了录像。丢人。沈长林灰头土脸地跟我上了车。一路上，我一言不发，他忐忑纠结。在我无比平静的态度中，咽回了那些狡辩。回到家，草草应付了他爸妈。沈长林关上房门的第一件事就是跪在了我的身前。我冷冷地勾起唇角。都说男儿膝下有黄金，看来这个说法
不适用于吃软饭的男人。这么多年相处，他很了解我，他知道我越是平静，后面发作起来会越吓人。老婆，老婆，我错了，你别不说话，我就是一时糊涂，我一时糊涂。要不是被我撞破，这会儿你应该正在别的女人身上欲仙欲死呢。老婆，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再也不敢了。你看在小宝的份上，别跟我提小宝。我一把拉开了抽屉，拿出里面的一叠照片拍在他的脸上。你跟别的女人聊骚的时候，怎么没考虑过小宝？你带着那个女人买包的时候，怎么没考虑过小宝？你和别的女人卿卿我我的时候，怎么没考虑过小宝？你但凡有一点想过小宝，你今天也不会光着屁股趴在别的女人身上。沈长林理亏气弱，只剩一个劲儿的认错。我不依不饶，人家都说男人出轨只有0次和无数次，你让我怎么相信你？我怎么相信你？沈长林在我一句句的逼问中一片兵荒马乱，脱口而出：“我给你签那个协议。”我皱眉，假装不明白他话里的意思。都这个时候了，你还有心思跟我扯什么协议？什么协议？离婚协议吗？听到离婚2个字，沈长林更慌了。他刚刚开始在这段婚姻里尝到金钱的甜头，他哪能舍得这个时候跟我离婚呢？他急急地摆手，冲口而出：“就是那个婚内财产协议。”沈长林说的这个协议，是我下定决心要跟他离婚时故意渗透给他的。我跟他说，我刷短视频看到了一对夫妻，老公出轨了，被老婆发现后又后悔了。这个老公为了表达自己回家家庭的决心，就主动签了一份婚内财产协议。协议约定婚姻中的财产都归女方所有，如果离婚，男方自愿放弃分割夫妻双方共同财产。后来男的果然没再出轨，2口子顺顺当当过了一辈子。我把这事儿当故事讲给他听的时候，还特意说了一句：“老公，你要是也有一天对不起我，我怎么办？我肯定会很生气，但是也肯定舍不得跟你离婚。到时候你也给我签个协议，我就给你一次机会，好不好？你不是说过吗？只要我给你签一份这个协议，你就给我一次机会。”老婆，是啊，我是这么说过。那时候他还信誓旦旦说绝不会出轨。现在这场面多打脸，我一言不发。沈长林表现得比我迫切多了。老婆，我们也签个协议，我们明天就去签。找个律师，你真有这个心，倒不用找什么律师，这种东西网上应该能搜到模板。这次你跟那女的也没真怎么样，我就是要你这份心。你真签这个给我，我就当你真心悔过。这种事必须趁热打铁，赌的就是他这会儿的愧疚心，哪能给他时间冷静？沈长林见我松口，屁颠屁颠地跑去打印协议模板。那份协议是我早就找专业的律师做好，又请了程序员朋友特意做了几条网页链接。他在家里电脑搜索，前几个词条出现的都是我让人事先做好的。协议打印出来，我不情不愿地签字，他则是郑重其事，像是真要给我保证似的，填好了信息，签下了名字。到这里，尘埃落定，我默默松了一口气。沈长林还没发现，这一晚上他一直在被捉奸在床的慌乱和愧疚，和我的步步紧逼中，被我牵着鼻子走。等他冷静下来，想后悔也晚了。接下来就是离婚了。可是人算不如天算，还没等我想好该选个什么样的契机提离婚，我就接到沈长林车祸住院的消息。我收拾好住院用品，急匆匆赶到医院。刚走到病房门口，就在沈长林病床前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
上次沈长林没吃到嘴的那个女孩叫小米，而沈长林爸妈都在旁边，一副既心疼儿子，又欣慰儿子有魅力的样子。我居然对眼前的场面一点不意外。闻过腥味的猫怎么会放弃偷腥呢？它只会更加惦记那口没吃到嘴的肉。我放下手里的东西，默默转身去找大夫。我现在更关心的是沈长林的伤情。从大夫口中得知沈长林很有可能半身不遂的时候，我心凉了半截。因为如果沈长林真的半身不遂，这就可以定义为重大疾病，那么之前他签的协议就可以不作数，离婚的事只能暂时搁置。沈长林的病房太小，挤不下我，更何况有小米殷勤周到的照顾，我的存在更显得多余。我给沈长林请了个护工，算是尽了妻子义务。小米是个有心计的女孩子，知道这是赢得沈长林父母好感的好机会，讨巧卖乖，手到擒来。沈长林的父母对小米满意极了，病房岁月其乐融融。护工是个有眼色的，明着暗着夸公公婆婆挑媳妇的眼光好。明明已经请了护工，自己还这么尽心尽力照顾丈夫，这样的媳妇简直不要太难得。公婆得意中带着几分尴尬的解释，小米还不是儿媳妇。护工长长的哦的一声，一副看破不说破的样子，神秘兮兮地问婆婆：老太太，看样子您那个没露面的儿媳妇挺有钱的吧？婆婆尴尬地点了点头。护工一副帮理不帮亲的样子：老太太，您可别怪我多嘴。虽然说是您那个儿媳妇花钱雇我来的，但是咱们说话的凭良心，您说是不是？要我说，老太太，您这儿媳妇找的可不怎么样。你说这哪有当媳妇的，自己爷们住院，他请个护工就完了，自己一面不露的。护工这话正中婆婆下怀，她恶狠狠地呸了一口，竹筒倒豆子似的把家里那些事说给护工听。护工一边听一边拍着大腿：哎呦，哎呦呦，还这样呢！最后总结：哎呦，老太太，您这儿媳妇一看就是仗着有钱欺负人呢。这可真是，所以您说这有钱有啥用？日子舒心才最重要啊！而且您这儿媳妇的钱，那不得有一半得是您儿子的。就这样的媳妇，还不如跟他离婚，分他一半财产，将来您再想找什么样乖巧的媳妇找不着。护工的话为公婆打开了新思路，恨不得让沈长林马上跟我离婚，拿到那一半财产，好赶紧把这个嘴甜又柔顺的小米娶回家当儿媳妇。他们一定觉得这样一看就通情达理的女孩子，将来一定愿意让公公喝她的母乳。人在生病的时候尤其敏感。果然没过多久，在小米的糖衣炮弹和沈长林父母的全力助攻下，沈长林的心终于彻底投向了小米。沈长林做了手术，恢复情况还算不错。小米以医院不方便休养为由，将沈长林接到了他自己的房子休养。小米家位于市区中心，200多平的大平层。沈长林父母也迫不及待打包住进了未来儿媳妇的家。小米表示，他的父母主要产业都在国外，因此常年不在家。他是父母财产的唯一继承人。只是他小时候因为家里太有钱被绑架过，所以一直很低调，这让沈长林爸妈惊喜交加。果然自己的儿子太有本事了，之前一直不好就是被家里那个晦气的女人方的，离开他果然能找到更好的女孩子。沈长林这傻狗叼到了更肥的肉，嘴里的这块自然就不香了。他终于主动提出了离婚，这次明显理直气壮了很多。我冷笑着问他：
你可想好了，咱们可是签过协议的。沈长林看起来语重心长。小雨，我当初跟你在一起不是为了你的钱，这么多年忍受你的任性和坏脾气，包容你所有的不懂事，也不是为了钱。我冷笑，瞧瞧这副又当又立的做派。再说，我们虽然签了协议，但那种私下里签的协议能有什么用呢？我恍然，难怪他这么心安理得的出轨，又坦然的提离婚。原来是以为那份协议没有法律效力。他居然不知道，那协议只要他签了字，立刻就生效了。小雨，毕竟这么过年感情，咱们好聚好散吧。我知道你这些年挣了不少钱，我也不要求跟你对半分割财产。这样吧，房子车子给我，你另外再给我100万。我看着他这副厚颜无耻的嘴脸，暗骂自己当年瞎了眼。果然，现在流的眼泪都是当年脑子里进的水。离婚可以，但是沈长林，你只能净身出户。沈长林还是一副无奈的神色。小雨，我知道你心里有气，你性格那么强势，肯定觉得我对不起你。但是你想让我净身出户也不那么容易。我问过律师，即便你有我出轨的证据，到了法庭也只是补偿你一部分精神损失。我们的婚后财产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我还是有权利分割的。那你有没有告诉律师，你签过婚内财产协议？你的律师就没告诉过你，这份协议只要签字就生效。你愿意协议离婚当然更好，即便上了法庭，你也拿不到1分钱。而且小宝才6个月，抚养权一定会归我，到时候你还要出小宝的抚养费。沈长林脸色变了。你……他拍着桌子站起来，咬着牙，目光阴狠。你从一开始就算计我。是啊，我从一开始就是在算计。但他沈长林要是把持得住，哪会有后来的事呢？我还能逼着他出轨，逼着他往别的女人身上爬吗？沈长林在我这儿铩羽而归，他那对无耻的父母又纠结了一大帮亲戚来闹了几回。我公司他们进不去，就到小区闹，惹急了我就印了一大堆大字报，把他们一家子那些恶心事儿写得明明白白，贴在每栋楼单元门。很快，沈长林一家子的光荣事迹传遍了街坊四邻，有热心的大妈广场舞都不跳了，专门等着这一家子上门，好看看到底是什么货色这么无耻。大妈们明嘲暗讽，夹枪带棒，骂得那一家子抬不起头，还有呼朋唤友喊人围观的。很快，这一家子奇葩就再也不敢上门了，不敢上门还会打电话。我就一句话堵回去，听说那个小三家里挺有钱的，不知道要是他爸妈知道你们那些光辉事迹，敢把闺女嫁给你儿子不？一句话让那一家子偃旗息鼓。小米也给沈长林下了最后通牒，强烈要求他不要再纠结那个仨瓜俩枣的小钱，赶快离婚，这样他们才能光明正大的在一起，他才能把沈长林介绍给他的爸妈，确定了在我这里占不到便宜，又怕到嘴的小米真的飞走。沈长林最后妥协，在离婚协议上签了字。我卖了原来的房子，带着小宝搬进了新买的别墅，没有那么一家子恶心我，日子舒心多了。以前总想着要给小宝一个完整的家，所以强迫自己去忍受婚姻中的诸多不适。但我现在觉得，没有那些人，我和孩子都可以过得更好。午后的咖啡厅里，这是我跟小米第2次，哦不，第3次见面了。我推给小米一张银行卡，30万，你的报酬。事实上，沈长林第1次被我撞见之后，我约见了小米。
沈长林第一次出轨，是我刻意引导，赌他的劣根性。最后的结果不知道该说我是赌赢了还是赌输了。他第二次出轨，则是我收买小米的。小米缺钱，我在他给我发的那些照片中，发现了很有意思的事。沈长林的信用卡消费记录是真的，他给小米买的那些名牌首饰和包包都是真的，但是在小米发来的那些亲密照片当中，他戴的、背的分明都是高仿的山寨货。我由此猜测，这个女孩子她缺钱。缺钱，那就好办。我给她钱，让她有足够的资本假装一个家境优渥的富家千金。我让她接近讨好沈长林的父母。我让她有意无意透露出家里非常有钱。因为我知道，要想让贪婪的傻狗放弃咬在嘴里的肉，那就得给他们看到更肥更香的肉。小米笑嘻嘻地接过卡片，谢谢姐姐。其实我一开始不理解，姐姐你为啥花那么多钱，非得要对方净身出户？但是后来跟这一家子接触多了，我就理解了。世上居然真有这种又贪婪又蠢的人，还是一家子。我没多说，只让小米按承诺离开这个城市。小米爽快地答应了。走之前，我再送你个礼物。小米神秘兮兮的，姐姐以后一定要幸福哦。小米走了，拿着钱回家给他妈妈治病。我本以为小米离开之后，发现鸡飞蛋打的那一家子还要闹一场，结果有人把沈长林出轨的证据，还有他爸妈那些奇葩操作，做成了30几页的 PPT， 传到了沈长林公司群。沈长林因此丢了工作，他爸妈也成了名人。我想，这应该就是小米说的礼物了。紧接着，有人追债上门。原来当初小米带他们住的那所豪华大平层，根本不是小米的，那是小米租的，月租2万2，小米只付了1个月租金，而他们已经在那房子里住了3个月了。小米走后，他们也没有搬走。房东上门收租，这一家子还想赖账。没成想这个房东有些黑背景，认识很多讨债公司的人，一照面就把沈长林和他爸揍了一顿。放话说再不还钱就割他们一家的腰子抵债。沈长林一家只好连夜跑路，灰头土脸，悄无声息，再没敢出现过。当然，小米租的那房子以及后来的事，是我的手笔。顺带一提，护工在医院里说的那些话，也是我事先授意。现在小宝3岁多了，天真善良，富有同情心。我相信他会成长得很好，我也会很好。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